屏幕上出现的这块金牌，也是气氛组要给出的最后一块金牌，也就意味着七七的挑战环节直接升级为抢金环节。倒计时最后5秒钟。我想再确认一下，他是不是真的想演。如果他想演的话，我还是会愿意尊重姐妹的意见。我想先问一下，刚才那个规则我没听懂，就是你要是赢了，你就可以拿走金牌。那要输了呢？输了就是他拿走金牌。输了怎么马上回北京？顺丰空运回北京。七七，请反选，请做出你的选择。那个这位帅哥，你很帅，陈明飞，但是我要选择我的姐妹。好的，那我们请七七先回。可以稍等一下吗？可以稍等一下吗？小海去年也参加过节目，大家知道吧？那小海的风格跟我是非常不一样的，大家也知道吧？就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小海的文本的，希望大家尽情的享受她的魅力，好不好？好。谢谢七七的托付，谢谢你。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杭州会说笑的小海。谢谢。大家好，我叫小海，谢谢。我是一个兼职脱口秀演员，我现在业余时间还有一份全职工作。我在我们公司是总监。对。在公司基本就属于中层。还有一个老板，一个下属，没有同事。就这老板还要天天开会跟我们讨论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公司一共3个人，啥战略？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我们公司真的特别小，有多小呢？我们租那个写字楼以前是个酒店，我们公司就是个标间儿。而且它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很多。我们公司没有打印机，却有一个浴缸。浴缸里还堆了很多杂物，什么吃的喝的。有一天客户来了，老板当着他面跟我说：“你去浴缸里给客户拿点水。”前2天我下属还辞职了，我们公司连群都没有了。现在经常有人问我：“你说脱口秀不怕老板知道吗？”我不怕。因为你看，我有2份工作，我们老板有4份。一个公司2个人6份工作，我们公司就业率300%。你要想实现就业率100%，还得雇4个街溜子。我们公司就我一个全职员工嘛，前2天老板又雇了个兼职，是兼职 CEO。听说过吗？兼职 CEO， 你们哪个公司 CEO 年薪是日结的？平时我都不太敢给他打电话，因为害怕他还有什么别的兼职。我怕我打电话，我说老板有个文件需要您签字，老板说一会儿签，等我送完这单。不光公司奇葩，老板还经常跟我提很多奇葩的要求。哎，你们能相信吗？前2天我老板让我值日，我说值日是不是应该轮流值日？我没见过谁一个人值日，一个人那就不叫值日，一个人那就叫保洁。我现在都害怕，我以后去面试，人家问我有什么工作经验，我说打扫过标间儿。就经常跟我提很多奇葩的要求。前2天又跟我说，你以后每个月要读1本书。哎，你们发现没有？老板只有在这种没有用的事上跟你提的要求才特别清晰，正经工作上的事根本就说不清到底让你干啥。
你看每个月读一本书，非常清晰可量化，然后一到工作就跟你说，把这个弄一下，把这个弄一下啊。朋友们，你真的很难听到人类说一句话，主谓宾都不知道是啥。把这个弄一下，谁弄一下？把哪个弄一下？什么叫弄一下啊？就这句话，老板可以让我干任何事儿。老板就算让我杀人都可以说把这个弄一下。然后前2天老板又要给我降薪，他居然跟我说，你去起草一个自愿降薪协议。我说怎么你要给我降薪，协议还得我自己写啊？你要勒死我麻绳还得我自己编？你这就相当于潘金莲跟武大郎说，大郎煎药了。而且什么叫自愿降薪啊？我可太愿意降薪了，我都是想找老板谈话。我说老板，我来公司这么久，也该给我降薪了吧？现在好几个猎头联系我，他们给的比你少多了。我可太愿意降薪了，我过生日许愿都是升职降薪。我看网上有人发帖又降薪了，我赶紧在下边接。然后前2天老板又要给我降薪，这一次他居然要给我转成兼职。我说我不缺兼职。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霸道总裁。他跟我说，虽然我给你转成了兼职，但我希望你不要有别的工作。我说怎么，您还要给共享单车上锁啊？不过降薪也有一个好处，我发现老板跟我说话都客气了很多。以前老板就是跟我说你这个不行，现在跟我说你这个不行哈。我说那不行的话，那你把这个弄一下。哎呀，但是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老板给我降薪，我就只能把老板写成段子；老板给我降薪，我就给你们带来欢笑，这就是降本增效。谢谢大家，我是小海，谢谢大家。谢谢小海精彩的表演。喜欢小海这段表演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次谢谢小海，谢谢。小海比去年真的变化很大，是不是？天真姐，我记得你去年就是有一种疯癫感，就是但是呢，也是比较冷的讲家庭的段子。但是我觉得今年讲职场好得多，就是那种刀刀入肉的感觉会更准。哦，谢谢天真姐。而且你在上面演的时候，我就看到七七在后面，就像看自己女儿的表情，一直非常欣慰的看着你。真的，我觉得七七真的给了我很多鼓励。之前我开放麦很凉的时候，他说为什么你炸的时候相信是观众好，冷的时候就觉得是自己不好呢？我觉得他真的给了我很多鼓励，很多女演员都给我很多鼓励，包括之前小鹿老师、王悦，还有嘻哈，我真的说不清了，好多，还包括真的好多，还有男演员当然也有，就是。但是我觉得女演员更懂我们的那种不自信，我就真的觉得你们真的太好了。你要相信你自己是好的。自信一点，哎呀，谢谢。因为本身您的这个表演风格就比较偏冷静，偏娓娓道来。今年的这个每一个包袱写的都比去年的要又狠又准，特别好。我觉得这个您这1年沉淀不少，谢谢，对，特别好。谢谢。大鹏导演，之前您演那年会的时候，不也是一个职场啊这种类型中？是，虽然那也是一个比他这个可能规模略大一点的公司啊。看到他这个职场这段经历有什么感受？他说到降薪那儿，我相信很多人现在是都有共鸣的啊。我以前也待过仨人的公司，老板还有老板媳妇儿，还有我，一家3口的在这说一下，加入了一个家庭啊，是在他们家工作的。当时那老板跟我说，你要好好干，别看你现在是一个实习，未来你就是副总，我有的时候也会想起这些小故事，我在想他们现在怎么样。所以以后我也能成为这么成功的导演，是吧？就都待过3个人的公司。有机会，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也获得了我们气氛组的3票。那我们把刚刚一直在为小海鼓掌的七七也请回舞台中央。都是3票，一样的起跑线，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呢？请看大屏幕。恭喜七七，恭喜七七在这个比拼中胜出。同时，小海153票，也是很优秀的成绩。根据规则，小海要暂时前往待定区。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没有什么要说的，我把我想讲的内容都很好的讲完了，然后也非常谢谢今天的各位观众，谢谢你们。最近有在演出吗？小海不错。对，我可能明年再把这个主打秀再完善一下，然后会可能巡演。也不一定，也许今年也就巡演了。小海不错，这个主打秀大家去看啊，很快就写出来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祝你们玩得开心。谢谢小海。我太满意了，就是这个是我有史以来演出效果最好的几次其中之一。然后我觉得如果真的把段子写得很好，演得很好，其实他一定会给出一个很高的分的。对，下一次继续努力吧。那么七七在刚刚这轮比拼中获得了胜利。为了不影响接下来朋友的选择，我们暂时也不公布胜者的票数。天真姐把这一轮加码成了抢金。那么还有没有继续要挑战的朋友？请在倒计时结束前起立。倒计时最后5秒钟。只有一位挑战者，那我们让七七暂时回到座位休息。掌声有请陈明飞。采访开始，拍一下手。哎，好。你可以放松做啊，你不用非要做成这个样子。他不是不让动。没事，你可以大声说出来。我们正常交流。我说他不是不让我动吗？好嘞。你心中的喜剧之王大概会有一个什么样子吗？我不喜欢王这个概念，我觉得创作者就是要在自己的文学国度里做一个吟游的诗人。他真像个机器人，真的，他就像个 AI， 你知道吧？他就是完全不讲话，然后很矮。他所有走路就是手紧贴着这个裤缝，像立正，像军训一样。还差一个，你还差一个什么？陈明飞在这，在这儿，就在你旁边啊。陈明飞，多多担待。嗨，有点紧张。陈明飞是我们发言人，发言人。我可以打墙的。加油！随便打完了，哥带你喝酒。这是能说的吗？陈明飞，加油！大家好，我是陈明飞啊，我现在是一个大学生啊，今年大2，现在心情怎么说呢？就是马上有期末考试了。我念的是中文系啊，我发现有时候我很难跟人解释说我们这个专业它究竟在学什么。就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我坐火车上学嘛，路上很无聊。有一个阿姨就说：“小伙子，你大学学什么的呀？”我说：“阿姨，我学中文的。”阿姨说：“那你学的挺快呀。”我说：“阿姨，我是中国人啊。”我在我们专业说实话待的没有说特别适应啊，因为我们专业是一个就是女生比较多男生比较少的一个专业。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学校举行那种跳长绳比赛，进了我们队的微信群，发现就好像只有我一个男生。那天体委在群里说的是老婆们集合了。我说这儿还有一个人类呢。体委可能没反应过来啊，说别人都没意见，怎么就你有意见？
但后来那天活动现场，他发现确实是有一个男生啊，所以那天我们夺冠之后，他发的朋友圈里就表现了对我的尊重。他说我和老婆们和陈明飞取得了冠军。感觉我像他们养的一条狗。我念中文系就是想学习写作，写一点真正好的一点作品。但上了大学之后，老师跟我说，一个作家想写出那种真正好的作品，应该要先过30-40年苦日子。我说这是不是有点太久了？你说我万一好不容易熬了20多年苦日子，然后突然死了，那我这辈子不全是苦日子吗？就是你不要跟我提什么卧薪尝胆的勾践，我知道这个听着很励志，但我觉得他励志就是因为勾践当年成功了。他要是尝了3年胆被夫差灭国，那他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沉迷尝胆。导致亡国的变态了。不过我还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啊，我也焦虑过，说我真正能写出好作品之前怎么赚钱养活自己。我甚至考虑过转专业，但我后来转念一想，自己在老家有群爱看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朋友，我心想这群傻帽的钱哥们还是能挣的。一个作家这么一个几千年的行业，它能有什么问题呢？然后我大2那年呢 ，AI 会写小说了。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我感觉自己像那种晚清刚进宫的太监，一个阉人。就是我准备工作刚做完，发现行业消失了。我当时感觉自己被时代所欺骗了，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报志愿那会儿，全网都在告诉我，文艺就是人类面对 AI 的最后一道防线。我说怎么2年就被打爆了？你 AI 用的不是 C 语言吗？怎么先把汉语言取代了？你这个 C 该不会是 Chinese 的意思吧？我很痛苦啊！我去问做 AI 的朋友，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就行，我们做这种行业会不会被 AI 取代掉？我朋友跟我说以后说不好，但现在不会，因为 AI 刚开始学写作，它短期内比不上你。我说这怎么可能安慰到我？我也刚开始学写作呀。我跟 AI 同时开始，你猜我俩谁学得快一点？该不会是我吧？很难受啊！我去年年底参加了一个大学生的短诗创作比赛，发现有个赛道已经叫 AI 赛道了，要求我们的作品展现出那种人机协同的美感。我说人机协同，我小时候不是管这玩意儿叫作弊吗？我记得我小学那会儿看着有同学考试那会儿拿手机搜题，人机协同，轻轻松松拿高分。我辛辛苦苦做半天拿个中等的成绩，我都安慰自己，我说陈明飞没事，你现在累了一点，但你培养了能力，长大你比他们强。长大发现人机协同才是真正的能力，就感觉像另外一个版本的卧薪尝胆，就是勾践尝了3年胆，发现夫差让别人消灭了。人轻松了，苦白吃了，在历史上还是一个沉迷尝胆的变态。我当时就感觉相信了很多年的道德信仰就是崩塌了。我去听了我们学校一个 AI 应用伦理的讲座，那个讲座上老师就明确说了，你用 AI 帮你写小说、写文章、发杂志肯定是不对的。我说哦，至少还可以，至少象牙塔还支撑着我原来的道德观念。那天有一个提问环节，有个学生问老师，我确实没有用 AI， 但很多周围同学都在用 AI， 我不用我不就比不过他们吗？我心想，老师这个人意志太不坚定了，你赶紧说他骂他，点醒他。老师说咱们先把后面的摄像机关一下。老师跟大家分享一点真东西呀。老师说这个 AI 刚开始发展没几年，很多相关规定都很灰色，所以老师觉得吧，
只要没人管，你就随便用。我说什么？我拿你当教父，你跟我玩碟中谍？哎，那我刚刚辛辛苦苦那1个小时听的是什么东西呀？是用来解锁正文的广告吗？我那天明白了一个道理啊，我感觉就是伦理道德这个东西啊，它就很像摄像机，它能约束人性的丑恶，但也能关。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我明白 AI 是好东西，我知道它这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我不在车上。我感觉我像那种电车难题里被捆在铁轨上的那个胖子，就只不过时代的电车不会遇到难题，就可能有列车员通过监控看到说列车长前面好像有点人，咱要不要停下来等等他？列车长说就那么几个人，你把摄像机关上不就好了吗？就看着那个车越开越近，我旁边的朋友就会问陈明飞：“咱们现在怎么办？”我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说：“那我先上车了。”人越来越少，我看着电车过来，我也很害怕。我就躺在那儿，我说等等，这儿还有个人类呢。他说别人都没意见，怎么就你有意见？谢谢大家。谢谢陈明飞，非常精彩的表演。喜欢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掌声再次送给陈明飞。他也是今年最年轻的一位选手，全程他都很紧张，就像他现在这样。但刚刚那5、6分钟是他可能这几天最放松也最快乐的时刻，为你开心。他让你觉得很胆怯，所以以至于你觉得他弱到就是根本就不用点你，就没想到是这么的飘逸啊！我感觉是很潇洒的。如果这是一场比武，那么每个人的武器可能不一样，招数不同。我觉得他就像是蜻蜓点水的那种会轻功的人，就是非常的潇洒。我觉得他刚才的表演那个出神入化。陈明飞，你为什么不取一个艺名？因为我不觉得我的作品让我丢人。所以，当然也没有说别的取艺名的。我算算他攻击了多少人啊！咱们都太丢人了，太冒犯了。没有。陈明飞是哪个学校？复旦大学的。我们现在这个脱口秀行业可以啊，清华、北大、复旦、同济，我觉得文本非常好，整个文本结构到整个前后呼应，所有的段子还有这个抖的包袱，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感谢。我想补充一点，陈明飞，就是等这个节目播出啊，也就是你下个学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校园明星。所以我跟导演说不要问我的学校，但是刚刚问我问了。没事，我一般也去图书馆呀，或者都告诉粉丝我在哪儿了。去同济的图书馆吧。哎，我还真的是在同济的社团，对，因为同济社团氛围很好。那你们俩认识吗？他是我们2代还是3代老社长，很厉害的。你讲脱口秀讲多久了？我是23年的9月7号开始的。这么具体？也是去大学上了什么社团才讲吗？不是，我是那个从小就喜欢，所以小学看80后嘛那会儿。对。谢谢你。有一种去年刚看到于翔宇的那种劲儿哈。就是觉得于翔宇老了，昨日黄花呀。
我刚才也是这么想的。现在好多观众觉得于翔宇跟80后是同一时期的这个节目。我们之前一直看着这陈明飞在坐在这儿，因为他特显小，我一直以为他是一高中生的。然后他往上一坐，然后也特老实不说话，然后走道的时候也是，就是眼直直的，也不看身边，就是他只有从 A 点到 B 点，反正就是什么这跟着。对，然后刚才还特可爱，就是他本来就要挑战77嘛，他已经站起来了，然后你说等倒计时，然后他又坐下了，然后一会儿倒计时又站起来了。继续要挑战的朋友，请在倒计时结束前起立。倒计时最后5秒钟。我跟那个庞博老师，我们都参加过《最强大脑》的录制。我说咱们这季这个喜单特别像《最强大脑》，因为有这么多来自高校的青年人们啊，事实证明这个能考上好学校，他干什么他都厉害，是不是？而且人家学的就是好，真是。对呀，对呀，对呀。完了，再一个这个没有啊，成绩一般，其实，因为你就谦虚。那也是在复旦，成绩一般呀。是。今天来的好几位。然后听到他们说，哎，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像他说我是就这几年，然后是大学生，然后说，哎，你怎么这么快你就说的这么好啊？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听脱口秀，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们那会儿都说我是从小喜欢听相声。来，咱把这摄像机先关一下啊，咱把这个。对，我怎么感觉我也好像赶上末班车了呢？没有，我觉得特别好。其实我觉得倒是没必要把各个这个关于喜剧的行业分得那么清。大家在一起，我们都在这个市场里，我们都用自己的能力在这里拼命的活着。只有大家越来越好，我们能游的这个距离才能越来越远。是啊，特别感谢你们这些年轻人，谢谢你们。明飞虽然还是学生，但他讲的这个事情击中我们当下的每一个人。AI 啊，创作这个所谓的危机啊，或者是会不会取代人类，这其实是咱们每个人都会讨论的问题。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我觉得脱口秀现在机器写不了，是因为脱口秀的行业存在时间不够长，它的样本不够大，所以还来不及总结出里面的创作规律。如果有一天他总结出来了，我就会去寻找下一个新兴的创作行业。他是不是 AI？ 他该不会他就是 AI 吧？咱们请付航帮忙翻译一下吧啊。他的意思就是说 AI 很厉害。好嘞，明白了。但我们总会创造出新的东西，然后程序，谁能把他电源拔了呀？怎么回事？这个你脚拎着是不是插销？是不是？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而且你给我从陈明飞身体里出来，这是。开玩笑，别紧张，真的别紧张。我觉得至少此刻，我们这个舞台这些麦克风还是在咱们人类手里面的。你现在站的这个位置，确实就是77的客厅，所以咱这手也不用一直贴着裤缝，真的，没事，想怎么舒服怎么来。如果你贴着是最舒服的，就这么着，没事。谢谢陈明飞，确实，哎呀，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演出，拿到了气氛组的3票。那我们也把77再次请回他的客厅。有点难猜，是不是？哦，这就说不好了。奇怪的 CP 感。有点难猜。哎，你说什么奇怪的 CP 感？这是。哎呀。太棒了！烧谁？没事，谁要卡去？哇，你有他的遥控器，你声控的，真好。好嘞，我们来看看这场精彩的对决，最后结果会是如何？请看大屏幕。我觉得这个就是当口的火苗嘛，啊。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是因为他段子里呈现出来一种少年啊对这个世界的不理解，但他不断在思考。77非常厉害，77在这个舞台上能够保持自己那种风格，
能够真的做到内心强大。今天这篇讲完的时候，尤其最后一句话，我都鼓掌，我差点起立鼓掌，我觉得太有力量了。哇，恭喜陈明飞！同时，掌声也给七七，好吗？两位都非常的精彩，很棒，很棒，很棒。七七177票，这个数字跟你真是也很有缘分啊。当然了，我的你要是叫99，说不定咱就赢了。有道理，明天就改。要暂时前往待定区，有什么要和大家交代的？好，加油，加油！没事，淘汰不了。哎呀，这个分数稳得很，后面再见吧。我觉得七七今年最大的进步就是她学会了当一个大气的姐姐，去给小海垫了2句，包括陈明飞这样一站到他，我打得很好，就是老人拿出了老人该有的姿态，新人拿出了新人该有的态度。我对自己这还不满意啊？这个太满意了，这个。我其实真挺满意的，我其实能预想到我今年是可以来享受这个舞台的，我有预设，但是我没有想到我能这么享受。起飞姐，别拍，我们七七老师不拍照。哎，等等，这是 vivo S30吗？对啊，是的，有 vivo Live 我都不用装，自信更快乐，拿捏，来吧，快看看拍的怎么样？哇，真的不错哎！快乐你就 vivo Live， 80里半。哎，七七老师，方便告诉大家您的体重吗？请随便看。我们的赛制和去年一样，对决精彩，但是也会尽量不留遗憾，也让很多朋友走得很洒脱。要向大家宣布啊，现在这一轮的此刻的胜者是陈明飞，这块金牌暂时也在他的手里。厉害！但是挑战还在继续，其他组的演员如果要继续向陈明飞发起挑战的话，请在倒计时结束之前起立。倒计时5秒钟。无人挑战，陈明飞直接晋级。我们看一下他的最终票数，请看大屏幕。180票，恭喜陈明飞。就我想再说一下，就为什么选择七七老师，就是我在看的第一场单立人的拼盘里面是有七七老师，然后当时我坐在第一排，就是笑的一直拍大腿，然后我这次前6我也是就没想，就滑第一遍就选了七七老师，因为我是一个一上台其实没有什么动作的人，然后七七老师我觉得在语调啊呈现啊都是国内我感觉最好的几个。所以说，就是其实本来没想过能赢，就想认识一下，然后学习学习。磕到了，磕到了，一起飞天啊！好嘞，恭喜你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并且领取你的复活金牌。陈明飞好像非常好的老弟，特别喜欢他，他很有单口精神。我不知道这单口精神怎么给大家解释，就是我们应该在不同的年龄都有不同年龄的困惑，要思考。我觉得这孩子他一直在思考，我觉得他会成为一个知名演员。陈明飞的段子真的让人觉得有点毛骨悚然。这个毛骨悚然在于他很新，然后他1、2句话背后透露的那些个哲思，你越思考越有劲儿。我很喜欢这种段子。我觉得这个金牌对我非常重要。因为我的第2赛段是我最薄弱的地方，因为我还有20天不到就要考完所有的期末考试，但我会在照顾好考试的情况下，最努力的去准备这篇稿子。太牛了，弟弟，太牛了，太牛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精彩，而且从结果看，其实是毫厘之间的对决。那我们收拾一下心情，新的一轮的比拼马上又要开始了。比赛继续，
今年所有人都是来势汹汹，今年的比拼也会更加激烈。现在还剩下最后4个直接晋级席位，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沈阳大风天俱乐部的演员二维码。大家好，我是二维码。我有一个儿子，那天我回家，我发现我儿子在幼儿园让人打了一顿。这是很多男人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是我可以接受，因为我觉得我儿子嘛。他毕竟不是我本人，别人打我本人那是我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打我的儿子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令我难以接受的事情。我花费了一些时间接受了下来。我说那明天我送你去幼儿园吧，他说明天不用上幼儿园了，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事情。这是我人生的底线。我作为一个5岁孩子的父亲，我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给我尽可能多的去上幼儿园。现在幼儿园太膨胀了，没事就给你打电话，来个电话说冯先生，您儿子在我们幼儿园有点流鼻涕了。我说那回家就不流了呀啊！我儿子是对你们幼儿园过敏了吗？我儿子，哎，我想不通啊，幼儿园为什么会觉得我就急需一个流鼻涕的孩子呢？他回家对我有什么帮助啊？我要是能选择，我会让我儿子把他一辈子的鼻涕都给我留在幼儿园。晚上回家的时候还给我一个鼻腔干燥的儿子。最好是永远也流不出鼻涕。这也能上地狱笑话秀。就是我其实是拍在他整个一个这种风格上面，我觉得他这个风格好古怪，很大胆。谢谢二维码，掌声欢迎贾德玉。大家好，我是贾德玉，我现在在读博。我们有一门课教人工智能，在这个课上，老师用人工智能布置作业，学生用人工智能写作业。老师知道之后，又开发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检查学生的作业是不是人工智能代写的。那这个过程中，人类发挥了什么作用？人类卷死了2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都懵了。你们人类究竟为什么这么卷啊？他们硅基生物哪懂我们碳基生物啊？我们碳基生物 DNA 就是卷的，双螺旋结构。谢谢小贾，谢谢前面所有朋友的表演。恳请各位，接下来这位演员要说什么，我们都仔细听、认真听，好不好？因为他呀，本身平时就是一位怎么说呢，有点社恐的朋友，但同时也是一位实打实的东北狠人儿。掌声有请史岩。大家好，我是史岩我们家有一个小孩，就只有一个小孩。我跟我老公都是独生子女我们是有独生子女光荣证的人。就是我们要这个孩子的时候吧，当时就以为独生子女这个事儿必须得传承下去，所以当时要完这个孩子，直接就给他也办了一个独生子女光荣证然后做了一个节育手术，带了一个小环儿跟大家解释一下，是节育，不是绝育不是小猫小狗那个就是全切了嘛，他那没了我这个还保留了我的花花肠子好像这个世界上就是很神圣的事儿，一般来说都用一个小环代替。你看你结婚的时候戴个钻戒是吧？就是一生只能爱一个人。然后你戴上这个小环之后呢，就是一生只能生一个人。但是戴之前我确实是非常害怕，因为你不知道它是怎么操作的嘛。但是戴完之后，明显感觉自己有点不一样了。当时我从那个手术室往外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不再需要为这个事儿负责任了，好像突然拥有了一些男生的权利。你甚至可以用这个东西反制它。
将来有一天他问我，他说怎么怀孕了呢？我也可以跟他说，我说不能啊，不能是我的呀，我带了。当时医生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东西能管10多年啊，但是带上没2年就开放3胎了。然后婆婆就跟我说，她说赶紧生吧，啊，生3个，生3个光荣。我说妈，这把能定下来不啊？上把我都熬硬了。但是我也不是没心动过，因为之前有的政策确实是挺好。去年有一个银行推出了一个优惠，叫生育贷款。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它啥意思呢？就是凡是生2个或者是3个孩子的家庭，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这个生活上的贷款。真的，我当时看见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说这个银行是骗小孩呢吧？啊，是骗小孩呢，还是骗小孩呢？你就感觉这个孩子在肚里的时候，就有一些小额贷的血统了。我说这玩意儿行啊，以后这孩子都不用脐带跟妈妈连了啊，就用小额贷了。完了，将来你要是还不上这个钱了，银行就能把孩子带走。真的，你就去看去吧，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什么生育假又延长了，抚养假又延长了。真的，我现在不要2胎，我就总觉得这个事儿后边还有大的，我怕我要早了，要赔了。但是我婆婆就特别着急，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赶紧要吧，那个孩子多了好，孩子多了吧，热闹。我说妈，以前也不知道你喜欢热闹啊，喜欢热闹的话，我要俩，是不？你也别闲着，你也要俩，要我再给你第2套方案，是吧？我有个朋友，他3个孩子是3个不同的爸爸。哎，那生活想想就得老热闹了。你看3个爸爸，能带来6个爷爷奶奶，加上他爸他妈，正好8个老人，2桌麻将，完这仨小孩斗地主。我喜欢热闹，给人家整的跟那个棋牌社似的，是吧？这家多热闹！天天回家一推开门，咱这棋牌社的名就叫老人与孩。真的，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就对于我来说，你让2个人整3孩子，我就觉得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如果每一个孩子都能有一个他自己的爸爸的话，我就合计学习上我就不用太操心，是吧？那上补课班还用我亲自跟着去吗？爸爸们自己就开始卷了。哎，你说我儿子比人大那些，咋不如人家呢？都一个妈生的。爹不行。反正就刚才都是闹玩的，就这个事儿，就是还是得看自己的情况。就1个也行，但是你觉得3个，你要是有精力照顾也挺好。反正我家里有1个，我是够呛了，现在都要命了。再来俩老公，我真照顾不过来了。反正真大岁数了，精力允许，法律也不允许了。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谢谢史岩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请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好，再次谢谢史岩。大林去年是看过史岩姐，看过，我非常喜欢，老严也特别喜欢他，啊，这个特别喜欢史岩老师的这个慢条斯理这个性格，喜欢我这个性格，啊，特别可爱。包括他讲的很多东西其实是稍微会有一些尖锐的，但是因为呢他自己的这个表演风格，他能够把这些东西非常圆融的，然后能讲给大家。我的感受是好像比去年更狠了。去年试了试，这样大家能接受，那我不妨再往前走半步，是吧？我特别喜欢你，很喜欢你的表演风格。
是不？我也喜欢你的表演。我还追着你的那些短视频，有的时候你的更新。天哪，你别看了，我太羞耻了，我别看了，给我拉黑吧呀！做人太极端了，这可以点不感兴趣的是吧？有时候总有人在问这个为什么我们这些女演员朋友们总在谈论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如何。我觉得这个今天好多朋友的演出也给出了至少其中一个答案吧，就是他们真的还有很多问题没跟大家聊完呢。恭喜史岩拿到了气氛组的2票，那比赛继续。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位演员，在去年的节目里收获了笑声，也给观众展现了泪水。我们掌声有请大老王！大家好，我是大老王。大家好。发现这个线上线下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线下演砸一场演出，你只要卸载小某书2天，你的人生就重新开始了。线上也太长尾了，总有那种看得特别慢的朋友。有那种最近才看到第2期的，给我发私信，说大老王，你是最棒的。我说不是，付航是最棒的，我是第32棒。你没有朋友吗？没人给你剧透吗？小某书不猜你喜欢吗？你买咖啡送付航贴纸的时候，你不好奇吗？啊？啊？为什么不送大老王的贴纸呢？还有追着骂的，你知道吗？追着骂的说你太尬了，找个班上吧。什么逻辑，家人们？什么逻辑啊？脱口秀讲不好，工作就能干得好？你是不是对工作要求有点太低了？我工作能力更差呢，我干不了那个，才干的这个呀。我上班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其实都干不好，早高峰都赶不明白，早高峰有点太累了。我是觉得早高峰就是一天最累的工作，就不能先工作后早高峰吗？而且早高峰上没人开心，对吧？基本上是一天心情最差的时候。我说你叫什么早高峰啊？你就应该叫早低谷。早高峰没人开心，但换句话说哈，你要在早高峰看到人开心，你不害怕吗？整个地铁人，所有人都觉得有哥们儿来，当啷当当当当。我这些。你感觉他背着小书包就去炸单位了，你知道吗？到了公司，老板不在，一顿乱炸，基层互炸。老板来了，懵了，人呢？哦，优化完成了。我不理解早高峰，原因是早高峰的目标叫打卡，打卡又是我认为21世纪最抽象的发明，对吧？这玩意儿太有意思了。你看啊，人到了公司没打卡不算到，对吧？人没到公司打卡了算到。怎么定义存在？证明打卡就变成了一天最重要的事情。人就是活几个瞬间。我以前老板还跟我说过那种公司福利，说公司以后不打卡了，不打卡就更神奇了。不打卡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班，不下班就没法定义什么叫加班，太妙了。忙了一天跟没来一样。我说，哎呦，老板你可真好，为了给我们取消加班，把下班取消了。我其实最不理解的原来公司福利就是公司那种打车福利。我们原来公司7点下班，但是9点打车报销。附近所有公司都是9点打车报销，大家都卡点下班打车，然后就会出现一个盛况：如果你8点59打车的话，自己花钱，司机秒接单；如果你9点打车的话，就排队1小时。
但是免费。这就是我每天忙了一天以后，要遇到那种最具体的问题，到底是省25块钱还是省3个小时？这是我每天遇到的最具体的快车难题。就这种情况，还有人说公司福利好。我有个朋友在字节上班，天天给我炫耀字节，天天挂嘴边字节。他主要炫耀他们公司有个福利，就是房补，就是租房补贴，住在公司30分钟以内，1个月给1500，很好。但我觉得没必要天天挂嘴边对，我公司有房补。我说这玩意儿是挺好，但这玩意儿有这么厉害吗？你知道以前长工住地主家都免费吗？主要是你爱公司，对吧？你有没有想过公司是怎么称呼你的，对吧？公司对员工有个统称，叫官方的说法叫人力资源。听听朋友们听这个词多吓人，你是资源，风力资源、水利资源、人力资源。我那朋友还挺开心，说资源那不挺好呢？我是资源。我说好，你是煤，你是矿，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行了吧？啊？我觉得大家真的对公司的要求有点太低了。我前两天看新闻，毛东说要给外卖员交5险1金，所有评论都说是良心企业。我说真的吗？啊，要给员工交5险1金，那不是合法企业吗？我们之前对资本家要求太低了。哎呦，我们老板超好，都不违法。而且你有没有想过，没有5险1金的日子里，其实外卖员每天是很辛苦的，对吧？担惊受怕，一天到家以后啊，吓死我了，又是无惊无险的一天。朋友们，我聊这些是因为我不上班，你能理解吧？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吧？别听进去的，明天上班就疯了啊！大家不要上。别整好吧，不要。我能说这些是因为我从那里面出来了，我可以说这些。我在公司的话，能晚到半小时，我是一定会晚到半小时的，我是一定的。如果能有1500的房补，我是必须到手的。这就是我的英雄主义。这是我认为我的英雄主义，就是每个普通人的英雄主义，就是在你加班到每个普通人英雄主义，就是在你加班，就是在你熬夜加班到晚上9点以后，依然选择等公司打车下班。谢谢大家。谢谢大老王的表演。喜欢他刚刚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3、2、1。再次感谢大老王。咋的了？这最后这是怎么了？这是哽咽了还是？我这个段子挺想讲的，挺长时间的。然后我讲的过程中，我又很怕后面说的太狠了，很多朋友听进去以后会明天辞职。因为我不想让你们辞职，因为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都不容易。我能说这些，是因为我在这儿讲着脱口秀，我有能挣钱的方式，我才能敢想那些问题。明白了，脱口秀演员老是这样，害怕观众没跟着自己走，又怕大家真听进去了。对，我真的怕听进去。刚刚大鹏导演在那个表演中也提到，你们有一段去年的偶遇。是，我觉得那个时刻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那个是淘汰播出第2天。大鹏老师很帅，然后远处盯着我就，我说您好，他说您是大老王吗？我说我是，看过你的演出。我说您好，那个节目上还会讲几轮呀？我说淘汰了。然后很感动，因为大鹏老师说很喜欢你的段子，然后说以后来看你的线下演出，我就给我推了微信，我就把我最近所有场次都发给他了。他说想看的是付航的，然后本来这节目组邀请我说来当一集的嘉宾，我说有没有大老王？他是我来参加的一个巨大的动力，因为我很想在现场能够见证你能够晋级，但是你怎么演着演自己演崩了呢？到最后怎么就最后那一句话怎么就……我觉得没崩，我刚刚觉得没崩，设计，然后好坚强啊！
陆姐，我是不是嘴硬了？现在是，陆姐，我变厉害了我。大老王回宫。热搜男人就是嘴硬。刚刚我在后台遇到大老王，他确实是很紧张啊，就是他整个人，他那么高嘛，我那么一小只，我在那我说你没事吧？他整个人已经就是没事，对。我以为你是情绪上来了，其实那个我也以为是。对，我以为你是情绪上来了，因为那句话很动人，所以我以为。我一直以为你是要哭。哦，我争取不哭嘛，不是。我觉得有时候你不卡那一下，观众反而不会听得那么认真啊。都是最好的安排。神来之笔。大老王获得了气氛组的3票。好，那我们就请大老王先回到座位休息，掌声有请张彩玲。大家好，我是彩玲，我是尝试过一次脱口秀的自媒体博主。杨姐，你看吹，那件事我听不懂，我听不懂，我听不懂。那之前犹豫的原因是什么？犹豫的原因就是我上一次尝试脱口秀去了一次开放麦，试了3个梗没响，观众就这么看着我。我就是因为怕开放麦的冷场，导致我对这个事儿有心理阴影，很恐惧。我觉得我这次还是挺有压力的。哎呀，彩玲姐那焦虑完了的，她那个认真的态度，我们改稿改通宵，她也大把年纪了，没有。庞颖跟小璐姐已经撑不住了，2个人打到回府了，3点多了。大家都把我当成客人了。你别以为你够我眼睛疼。我说我要回酒店了，他说你给我坐下。王月，你再帮我看看我的吧。脱口秀把人逼疯了。啊，他贼焦虑，然后最后一站起来，他说我不行了，我这身体扛不住，我明天就回北京。然后一回去小脸儿，一回去在群里面给我发的消息，容光焕发，所有的五官都在向上提。不是，我回北京了之后，我回家在家里练，我说大家好，我是彩玲，我是脱口秀演员，然后拿起刀打，大家好，我是彩玲。小鹿看着那个视频哭了，就是他就是那一个。什么叫做自己培养观众？你逃避这个舞台都逃避好几年了，终于回来了，加油，彩玲！你要面对的只是你自己，加油！大家好，我是彩玲。我是一个网红，但我发现网红现在不是一个好词儿，不信咱试试啊。大鹏导演最近是不导了一个新电影，叫什么来着？长安的荔枝。长安的荔枝挺好，对吧？咱们把网红放进去，长安的网红荔枝，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大棚种出来的。但是我就是一个网红，所以每次我参加活动，主持人介绍我的时候，就会非常煞费苦心。张彩玲，大胖媳妇儿的媳妇儿，互联网超高人气女老铁。我心想，这还不如网红呢。还有一次更夸张，主持人说：“欢迎张彩玲，跨国家庭幽默短剧创始人。”我老公听完吓一跳，谁撞死人了？我说我撞死你汉语老师了，因为网红不好听，现在很多人管我们叫博主。博主就是你发的博，你是他的主人，你的职业叫博主。如果这么定义职场，那财务叫财主，全职带娃叫妈祖，东北公务员都叫关东煮。作为短视频博主，收获了非常多的点赞，所以现在很多人问我，彩玲短视频到底有没有流量密码？我今天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你别想那些歪门邪道，你就踏踏实实沉下心来，嫁个精神病。我妈第一次刷我视频，看还有这么多赞，非常不理解，她说咱国家年轻人是不是精神压力大呀？怎么专挑着精神病当网红呢？
我说有的国家精神压力更大，还选精神病当总统呢。做短视频之后，我也成了个精神病。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我以前说过一个事儿，就是讲我这个外国老公第一次来中国上蹲便不会蹲，我还得教他。对，我教他，我说双腿弯曲，重心下沉到极致，他一个努力跪下了，然后怕弄脏，把衣服一件件都脱了挂门上了。看着他的厕所上的一丝不挂啊，这要搁以前我早发火了，现在我想。早发早火了，多好的老公啊！自带流量，他要能掉里头就更好了。每次我发我这个外国老公干了什么傻事儿，流量就很好，这感觉太让人上瘾了。我每天就刷那个点赞，除了赞我啥都看不见，看见赞我就兴奋，我成了一匹赞狼。但如果发别的内容，流量就一般。为了这个事儿，我还找了一个网红前辈去请教。我说，从长远考虑，我应该写点什么内容呢？前辈问，为什么考虑长远？短视频的核心是什么？是短视。网红是什么？大家想听啥你就说啥，这叫网红。我说，那如果我就说我想说的，不管大家听不听呢？他说。那个叫网课。前辈说，网红的优点就是流量大，号说火就火；网红的缺点是寿命短，号说封就封。哎，听完他那番话，每次我听到那个卫生巾广告，我都感觉非常恐惧。不管流量多大，都能瞬间消失。我流量最好的一条视频是讲我的儿子，他叫张拿铁，啊，他作为一个混血宝宝，居然不会说英语，还被双语幼儿园给拒收了。这个视频让我涨了很多新粉儿，我正乐呢，前不久张拿铁突然开始说英语了，塌房了。祸不单行，茅房传喜讯，我老公会蹲了。听着儿子英语发音准确无误，看着老公在厕所蹲得稳如泰山。我心想，这日子没法过了。哎，你们这么正常，我发啥呀？是你们自我成长的时候吗？你说一个好好的外国小孩，怎么还说上外国话了呢？我这个号起号就是靠老天爷赐我精神病，现在流量来了，精神病怎么还擅自痊愈了呢？我觉得王菲春晚那首歌就是给我唱的，世界赠予我，也赠予我。赠我一场病，又慢慢痊愈姚风铃，他俩痊愈谁疯了？铃。我都没敢跟家里老人说我是网红，我爷是听邻居说的，问我啥叫网红啊？我说这么解释吧，电视上给你演的叫明星，手机上给你演的叫网红。我爷说，那你啥时候能从网红变明星呢？我老公说，现在呀，投屏。哎呀，每个网红都想被人记住，也都想向家里人证明自己是可以被人记住的。所以第二天我爷去沈阳看病，我就非要跟着。我说爷，一会儿上火车你就能看到，网红跟明星一样，有很多人认识我，非常的风光。结果那天在火车上根本没有人瞅我。马上到站了，终于有个大姐啪嚓打我一下，哎，你是那个张？我心想，证明自己的时刻到了。大姐说，你是张铁林。哎，不对，那是皇阿玛，那是皇阿玛。你别说啊，我能想起来，你别说，我能想起来。然后她转身开始打她老公。哎，老公，他叫啥来着？他叫啥来着？我老看他，你帮我想一下。哎呀，他有个儿子，他儿子可荒诞了，可愁人了，网友都拿他儿子玩梗。他叫啥来着？她老公说，啊，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他叫那个向太。我是彩玲，谢谢大家。谢谢彩玲的表演，喜欢她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她投票。投票倒计时，3、2、1，再次谢谢彩玲。哇，好几年没讲脱口秀了。上次还是4年前。
这次是什么契机？就是家里人都正常了，所以必须自己。上一次参加脱口秀大会比赛的头一天，我去上开放麦，我去了之后有2、3个梗没响，然后我就觉得太尴尬了，我就然后我就跑了，然后袅袅在底下说啊，有枪击案吗？但是我看着像去年小鹿啊，还有很多女性演员讲了很多议题，也是我很想讲的。我觉得我也想尝试以后讲讲这几年我的观察呀，我的成长啊，我就想试，但是一直没有这个勇气去克服。直到前2天啊，我们家里人玩游戏，然后就是你抽着谁你就演谁，你比如你抽着向佐你就演，然后然后对拿铁抽到了爸爸，然后就是在那吃。我女儿抽到的是妈妈，然后她抓了一个东西，啦啦啦啦啦，然后她又转过来扮演观众说哈哈太好笑了，然后就是那一刻，我决定给导演发微信，我说我决定尝试一下。相信很多朋友都看到彩铃很多的短视频，我觉得她一直在创作方面保持一个超级快、超级高的水准。但是她就是因为之前那次冷场的经历，她就觉得人类无法忍受这样的尴尬，然后她就不敢再上台。但是我就一直跟她说，我说你的这种就喜剧创作能力就是很强、超强，但你要鼓起勇气再上去一次，你就知道你是非常可以做这件事情的。谢谢你。我觉得您今天选题其实挺成功的，因为本身，作为您现在这个知名度呢，大家看到您上这节目，其实是很好奇您关于您自己怎么看待自己身份的这么一个议题的。所以说今天这个其实是一个特别好拉近和大家距离的这么一个机会，非常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过渡，就是我让大家努力，让大家这些年更多的观众喜欢上我的家人，但是我这短视频。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需要密集出笑点的东西，所以我好像慢慢把自己给写没了。所以我先这样跟大家打个招呼，希望再找自己想说的话。祝您成功。我还是看到彩铃很多变化的。我今天觉得你的气非常沉，是能够控住整个现场跟稳住的。然后我猜想你应该这2年有一些人生的变化跟思考上的一些成长，就很多。脱口秀演员，尤其是女演员，他们在抓住这个契机，在表达那些大家需要的声音，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去做这件事情，也大胆的去做这个事情，也很期待你后面的表现。谢谢。我们全家都是张拿铁的粉丝，特别喜欢那小孩儿，是吧？那脱口秀看过吗？之前？还有一次有幸还拍过。哎呀，那这么说，上一次我说脱口秀是在大鹏导演的电影里。是，他让我去演个脱口秀演员，演得非常炸，1秒钟都没留。哎，付航那《长安的荔枝》里还是有的啊，付航吓着了。他把短视频成功的一些方法应用到刚才的表演里，让他这个表演特别的清爽利落，感觉好像没有多余的废话，特别的精彩。刚才那段表演，加油！在现实里为你点赞，也不用为这个外国小孩突然会说英语这个事儿困扰啊。彩铃，你有没有想过，张拿铁之所以会说英语，可能是大胖媳妇儿偷摸给他喝了飞鹤奶粉。聪明宝宝喝飞鹤，全球销量第1，拿铁喝了都说 nice。恭喜彩铃获得了气氛组的3票满票。来，咱们看看最终的结果如何。恭喜史岩、大老王、彩铃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我觉得彩铃姐发挥的挺好的，我也希望彩铃姐不要那么的怀疑自己内容。她在上场前还在找我试她的梗，非常稳定的发挥。我非常喜欢就是彩铃的内容，她的喜剧能力也非常充分的去支撑这个话题。我也很期待彩铃接下来去给我们说出更多她自己那些非常凶猛的想法。彩铃啊，其实你根本就不叫彩铃，你的本名叫张潇曼，潇洒的潇，浪漫的漫。现在是一个挺好的时候去想想，脱离彩铃一家人，
张潇曼本人是不是也有点自己想说的东西？你在舞台上，你面对的就是你自己和你手里的这个麦，没有什么是值得害怕的。永远先做自己想做的事儿。我特别感谢这几天小鹿、王悦、嘻哈你们一直给我鼓励。我去开放麦练的时候，笑声很小的时候，你们都说那是因为我耳聋。绝对好笑，绝对行。就是非常好，我觉得女演员之间的这种天然的会为另一位女性考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更容易温暖对方。我觉得有些规则就是应该出来改变，不合时宜就应该改变。像唐姐刚刚说的，我们不仅可以自己走出困境，我们可以帮更多人再次走出困境。他上台第一句话我就觉得太稳，真的，你就应该被更多的人看见，真的。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小海的文本的，希望大家尽情的享受它的魅力，好不好？在我们录制的现场，我觉得是女性脱口秀演员的大本营。就第一，它不光体现在数量，它还体现在大家说的内容。在大家说的内容当中，都是一个非常那种反传统的那种视角。王悦，绝经和退休不会一块来。哇，这么多厉害的女生，去年还在讨论上桌，我觉得今年就是掀桌。他们其实贡献了很多，就是新的在这个舞台上新的话题，我觉得真的厉害。我今年看到的是一种巨大的女性的群像，而且我看到的是这些女演员之间的互相支持，特别棒 ，Go Go Go Go， 互相承托，谢谢你说出了我想说的话，互相肯定，互相给予对方能量。而每一个女性在自己成为大树的时候，还愿意供给别人养分，这是一种传承。从杨笠开始，小鹿接过了杨笠棒，也在支持其他人。我觉得这是女性特别可贵的地方。我是特别希望，就是像屏幕面前正在看节目的那些女孩子，她们也能看到如此多样化的，就是女演员在台上。我希望她们可以就是种下一颗种子，就知道自己未来是可以活成各种样子。被看见、被记得，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你就是看一次就记得的人。哦，谢谢。那个又要哭了啊！琪琪又要哭了，我不讲了。收起你的雌性激素，现在。你给他甩一点雄性激素，你那个药给我吃进去了。最后我们台上还剩2位演员。哎呀，台上又有一位庞老师，真开心。2位就完成我们最后的一场1对1，好吗？好。加油加油！那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喜翻喜剧的段小川。大家好，我叫段小川。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一个北京人啊，但我其实不是那种地道的京爷。对，因为我父母是山西人嘛，但是我很喜欢假装自己是那种地道的京爷，所以每次别人说我听起来不像北京人的时候，我都会跟他说，嘿，要不您再仔细听听呢？所以一直以来，我不太确定自己到底算是一个新北京人，还其实是一个真山西人啊。那天就跟朋友聊，他就跟我说：“小川，你是更喜欢吃北京菜，还是更喜欢吃山西菜？你更喜欢吃哪儿的菜，你就可以更理直气壮地说你是哪里人的。”我说：“我都不喜欢吃，我从小呢就只喜欢吃鸡翅。”他说：“那你是个新奥尔良人呐。”我这朋友是一个大傻子，而我的父母其实是在考大学那会儿考到了北京，然后就一直扎根到了现在。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父母啊，因为我觉得我父母其实和这个传统家庭里父母的分工不太一样。
就我妈其实是传统家庭里父亲的那个角色，主要负责赚钱养家和糊口。然后我爸呢，就是传统家庭里面儿子的那个角色。对，他主要负责花我妈的钱，吃我妈的饭，时不时再气一气我妈。我们家表面上看上去一家3口啊，实际上单亲妈妈带俩娃。每次出门我都说这是我妈，这是我大哥。我大哥总爱跟我玩一个男生间很爱玩的游戏，叫爸爸。但我妈其实是在国企上班，我爸是老师啊，都不是什么暴利的行业。但是我爸就是会挣的比我妈少很多，时间长了你就感觉家里2个男的，哇，我跟我爸，一个啃老，一个啃老婆，他们都快退休了。我爸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在一所排名倒数的高中教语文啊，30年过去了，我爸现在的工作呢是在一所排名倒数的高中教语文。30年过去了，他还在河东，末期少年穷，但我爸至死是少年呢。人别的老师教书那是桃李满天下，我爸教书那就是灵活就业人员满天下。他虽然是教语文的，但这30年他从来没有辅导过我语文。小时候不懂事还挺生气的，你现在想想，这可能也是一种父爱的体现吧。相比我爸在他事业上的躺平跟不努力，我妈这些年真的很努力，也攒了不少钱。去年有一天，我妈就过来跟我说，她说：“儿子，我在北京给你买房了，写的你的名字。”我的反应也是这样，我说妈，哇！当时嗡的一下，脑子里第一反应，我的天哪，我妈肯定是腐败了呀。你在国企上班，哪来的钱在北京买房呢？啊，咱们国家现在反腐反这么严，哇，怪不得写我名字呢。我说要不还是写我大哥名字吧，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很担心这个房子的来历，我就旁敲侧击地问我妈，我说妈，咱家那房子他买的干净吗？我妈说啥呢儿子，我这个找大师算过了，那片地特别干净啊。我说妈，我问的不是家里面的风水，我问的是家里的流水。然后我妈跟我解释，她其实是在2010年那会儿管银行贷了100多万买了一套房子，前几年涨到700多给卖掉了，才买了这个新房子。我听完以后也大为震惊，我说妈，哇，你当年眼光这么好，怎么看上我爸的呢？那我妈说，嗨，投资嘛都有看走眼的时候呢。所以我很感谢我妈。大家常说父爱如山嘛，但我真的觉得在很多家庭里面，母亲才是那座真正的高山。我真的很感谢我妈，让我在北京拥有了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我现在甚至心态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你们知道吗？我之前一直觉得我可能就只是一个出生在北京的普通孩子哈，现在有了房之后，我觉得我就是一普通的我们北京孩子呀。就讲到这儿吧，有点不好意思了哈，因为爷们儿要脸呢。谢谢大家，我是小川。谢谢段小川，喜欢他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谢谢这个北京孩子，大林是天津孩子。对，我天津人，正经，老天津。看到他这个表演，什么感受？最后被击中了一下，被马迪老师这个。对，本来想摁的，但一想我跟马迪挺好的，我就不摁了。谢谢马迪老师，对不起，可惜老师。有得必有失。没有，挺好的，而且想的就挺俏皮的，挺活泼的，把一家的这个形象都放在这儿了。然后因为是这样，我从小生在天津，然后我12来到北京上学，然后往后工作生活都在北京，学北京话学的更多。结果搞得吧，北京人觉得我是天津人，老觉得我有天津味儿。我回天津，他们老说你这北京话说得够好的啊。只能说我们京津冀都一体化了嘛，我们一家人，特别好，特别感谢。我觉得整体还是蛮完整的。这次看起来，我觉得我们个人风格强的演员非常非常多，就是好像那种会更容易留下一些印象。明白，主要可能也是第一次上来，然后没耍开啊，对，可能那个状态跟平时就演的不太一样。其实我在那个平常私底下商演反而会更内向一些，更内向，对，是会更内向一些啊。那话都不说了，我们北京孩子是这样吗？不是，
就是可能在这个来到节目现场，然后可能这个能量感染到了我，然后我也就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我就呈现出了这个状态吧。对，但是我觉得演下来还挺开心的吧。对，就这样。最后这个位置演出确实是不容易的，也赢得了我们气氛组的一票。请小川先稍事休息。接下来要上场的也是我们第一赛段的最后一位演员了，掌声有请庞颖。大家好，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庞颖啊，我是一个辩手。我一个辩手为什么要来蹭脱口秀呢？因为奇葩说停办了。打辩论的问题啊，是特别难赚钱。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我前一段时间参加了一个辩论赛，我的立场是，爱美对于女性来说是一种不自由。我站在舞台上振臂高呼，与其反思自己，不如指责结构。场下掌声雷动，就像现在一样。然后我就接不到美妆广告了。所以今天我借着脱口秀的舞台问一句，我现在爱美还来得及吗？而且我觉得吧，辩论的商业模式有问题。你看人家脱口秀多红火，又有线下的演出，又有这个进大剧场。我觉得辩论应该跟脱口秀多学习。所以呢，我就去问我的朋友，我说，哎，下班之后要不要跟我去大剧场看辩论呀？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你看我像苏格拉底吗？我上了1天班了，什么正方对反方对，在我心里只有甲方对。就我辩论有了一点名气之后呢，我爸的那些狐朋狗友就开始在他耳边说3道4。我要是有闺女呀，我才不让她去打辩论，咄咄逼人，抛头露面，会嫁不出去。我说那好办啊，我娶一个进来不就得了吗？欢迎你们的儿子来入赘。但是当着这些叔叔大爷啊，我什么都没说。不是我怂，因为听我反驳，那可是另外的价格。他们怎么老想把我嫁出去呢？每天就是嫁，我又不是一匹马。听见谁笑了没有？这是我的脱口秀小姐妹跟我说，一定要说一个谐音梗，歃血为盟，算是入圈了。干得好。而且能嫁出去一定就是好事儿吗？我曾经在亲戚家遇到他们家保姆阿姨，中年女性，独自在大城市打拼。这个家里从看孩子、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完小的，照顾完大的，里里外外都是这个阿姨。我就跟她说，我说阿姨，您在这儿多辛苦啊，您不想家吗？阿姨说，傻孩子，这些活儿阿姨在家也得做呀，还没人给钱。我当时就想，人还是得有工作，我还是得上班，因为不但有工资呢，还有晋升途径。我就没听说过哪个妈妈从妈妈升为了资深妈妈、主管妈妈、大中华区总妈妈。所以其实这么多年我都在上班，当时录完《奇葩说》我就回归职场了。但是在我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呢，我发现现代职场其实跟传统婚姻非常非常的像。比如说以前结婚要改姓，现在入职要改名。以前改成张氏、王氏、屈臣氏，现在改成 Lisa、Sarah、Katusha。以前叫我们恪守妇道，放到职场里就是好的，收到。唯一不一样的呢，是以前生不出孩子要打入冷宫，现在是生完了孩子，公司会把你打入冷宫。
时代呢还是有一点进步的，现在是此处无声胜有声。而且婚姻和工作呀都靠不住，老板要换人的时候会说，让我们给年轻人多点机会。老公想换人的时候可不会这么说，他会直接这么做。这就是为什么呢？我这个上班的辩手还要来学习脱口秀，因为我觉得脚踏两条船那都是不够的。这个世界上呢，根本没有上岸这回事儿，我们脚踏的船多了，它就连成了岸。一份工作很可能会背叛我，3份工作很难同时背叛我啊。这就叫一条 ship 比不上2条 ship，2条 ship 比不上 open relationship。女人不能总围着老公和工作转，因为那叫公转。我现在专注自转。我想吃饭啊，现在我都不上桌，我就端个碗自转。我看到哪个桌上有饭呢，我就转到哪桌去吃。我今天吃到了脱口秀这碗饭，我觉得很好吃，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让我多吃几口。谢谢大家。谢谢庞颖，喜欢庞颖刚刚这段表演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谢谢阿庞，谢谢阿庞。没有想到在脱口秀舞台上还有这样的对话。转换的时候有不舒适的地方吗？非常多。比如说，我最开始是第一次说脱口秀，其实是在小鹿新加坡巡演，线下我去给他开场，他真的是一个不懂得拒绝的人。我在那个之前没有说过脱口秀，人家都没有那个脱口秀表演经验，你愣让人头里说一个。哦，我帮他改稿了啊，就是还逼着他去开放麦啊，练了好几天之后觉得可以上台了，才去的啊，不然就拉黑微信断交不让上台。他确实是学习的速度非常的快，不愧是耶鲁的学霸哦，真的是神速，学得超级快，而且他心态好，就是我们脱口秀演员经常在开放麦一个梗失误了就破碎。那天阿庞加了一个新的梗，我们在他演完之后，我们都有点忧心忡忡，想说这个梗怎么办，怎么改。然后他嚼着牛肉干进来，炸了呀！我说啊，那个我们一般叫做微微一笑。那个小鹿说：“你这个梗删了吧。”我说：“别呀，观众有反应啊。”小鹿说：“你管那个叫有反应啊？”其实小鹿有一个事儿没说，我之所以那个敢舔着脸去让他开场，是因为我请他吃了新加坡的辣椒螃蟹。哎呀！但最后是让她老公去买的单，一个外国人起身上厕所，我就没想那么多。这就太好了。我觉得庞宇今天是很大的进步的，你把自己的很多那个东西强行卸下，然后你再让自己柔软，再让自己融合，再让自己逗笑大家。但我觉得就跟他们讲相声的要来讲脱口秀一样，可能还是有一些底层的操作系统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还需要多点时间转化啊。但我觉得你今天已经是非常自在了，非常自如了，已经。慢慢来，咱们慢慢来啊！哎。上台前反复的多问几遍77，我是不是香香软软小面包？我的感受是，我就一直在点头，我就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就是一直在被你说服。金句特别多，总体来讲感觉是好的，甚至你可以把这些金句摘出来分成3次去说，可能这3次都会很成功的。很认可你刚才的表演，还能再进步。谢谢。您以后就做传销型脱口秀。那说到这个，大林，你觉得这个越接近是不是越难？可能做这个细微的切换？这个我们传统行业往这一站，可能就是大家会不自觉的会认为他就即将要说一些什么，所以我觉得去年老严还真怪不容易的。所以我觉得庞老师这个，我觉得这个人家这个首秀非常成功。是的，又是最后演这个位置也是不容易的啊！对呀，那年老严也是最后一个才出场的啊，最后也获得了一些个小成绩。
是的，这欺负外人是我们喜单的另一个优良传统，偷偷的把他们放在最后演出。开玩笑，开玩笑。我自己尝试了之后，发现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就是转变。但是我还好有这么多，我觉得几乎全中国最优秀的编剧、最优秀的脱口秀演员们都对我有了非常大的帮助。就是每一天，然后我去开放麦，然后完了之后就现场有人陪着我跟我说，然后小鹿去巡演了，然后他晚上演完了之后，他就会看我那天的视频，然后就给我打字打那个反馈。他们有时候甚至还给我发语音，给我示范，所以真的非常感谢这个大家。你很厉害，是你很厉害。互相帮忙，互相帮忙。这个确实，大家也给了你很好的反馈。我看，庞颖拿到了气氛组的3票，那我们把小川也请回舞台中央。最后一组 PK 了，结果会是如何呢？请看大屏幕。恭喜庞颖、小川139票。根据这个规则，小川也要暂时前往待定区。最后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吗？其实没什么想说的，然后就想跟嘻哈老师说一下，记得把富贵带来就行，毕竟他还得养孩子，我住大房子。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小川。有机会还是会回来的。请大屏幕也为我们看一看庞颖最终的分数。160票，恭喜庞颖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太棒了！谢谢。棒棒好！哎呀，果然是学霸！哎呀，他跟彩玲姐今年都是跨界嘛，我觉得首先很勇敢，其次很勇敢的表达，第三呢，我觉得庞颖也是非常尊重这个舞台。庞颖牛，庞颖厉害。我看到他那个内心的强大，我才真明白，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尤其是女性观众那么热爱他，因为他是跟嘻哈不一样的风格的，但能持续给你能量的人。我觉得我喜欢新鲜感吧，所以现在来尝试脱口秀，那是一个新的新鲜感，新的体验。我自己吸收到了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非常非常精彩、非常有趣的人，我觉得我就非常赚到了。那各位久等了，目前本场的全部表演已经告一段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本场的得票情况。哇！谢老板，让我们恭喜谢谢191分是本场的最高分。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统一春福无糖茶授予你，让观众快乐加倍奖，并且为你准备了惊喜福利。同时，我们第一赛段的团队火拼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根据之前所说的，这一赛段一共有36个晋级名额。除了现在坐在我们右手边这些直接晋级的朋友之外，我相信待定区那边也有一些朋友一直在焦急的等待。喜剧之王单口季一直去年开始的原则就是比赛要激烈，比赛甚至要残酷，但是观众也不能留遗憾，我们公平公正不留遗珠。所以除了直接晋级的这些演员之外，按照整场成绩的排名，将会有16名演员再次回到舞台上继续比赛的征程。按照他们的票数排序，究竟谁能回到舞台之上继续比赛呢？请看大屏幕。面临淘汰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的具体，我们就在那盘算我们组是不是真的有人要走了。我能理解祥子担心，因为我们想拿个这块金牌去救小海。我比较在乎的是我们能不能多保住一个选手留在我们身边，我也在算这个东西。它真的不是分数的问题，是我们要面对别人的离开。哎，刚好全进去了，刚好全进去了，刚好。
可以可以。哎，一凡，他好像有机会啊。谁有机会？能把小海捞，有可能，小海有可能。有很多熟悉的名字，也有新鲜的名字，我相信他们的表现你们都看在眼里。恭喜各位成功晋级，期待你们更精彩的表演。由于之前在2次魔王挑战环节中，嘻哈、于翔宇的分数都超过了魔王，他们拿到了复活金牌。各自为各自的队伍都争取到了一个额外的晋级名额，所以他们队伍中分数最高的2位也会回到我们的舞台之上。让我们重新欢迎戴维、小海。太棒！谢谢啊！我感觉我真的很幸运能拿到队里的复活金牌，这个是我觉得一个是非常幸运，跟了这么优秀的队长和挑战者能给我这个复活的机会。然后那既然有了这个机会，那我就再多表现一轮，争取再多走2轮，不辜负小鹿老师这条命。小海一开始危险的时候，我们队长抱头痛哭。哎呀，你咋了？别，没事，不是我，没事，不是你别哭。阿成，你咋了？阿成，我觉得太感谢这个队了，我真选对了。真的，我觉得你们摘金队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哎呀，我们都是一家人，什么父母，我们都是兄妹啊！哎呀妈呀，这团魂啊，这点。哎，大起大落吗？这心情，大起大落吗？真的全靠大腿。我第一次听戴维是在节目上，我特别喜欢他那个田螺姑娘的段子，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小时候我也不懂这个东西，我凭啥我就要做饭那种？但他讲的就很好，从一个父亲的一个很巧妙的角度。因为我内心来讲，可能对于戴维，我是觉得他是完全没问题的。他自己，我当下来给他发了个消息。排名上了，他最后，回来了，我就很开心嘛。我说接下来就一起走吧，就接下来就一起努力喽。他给我发一个什么，他自己还挺那种的，所以我就很佩。其实我也很想学习他那种。我觉得戴维没问题了吧？就肯定得没问题了。对。但通过这种方式到第2赛段，我觉得不行，是不能接受的。我觉得已经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了，就是队伍把我拉回来。其实我最讨厌就是拖别人后腿，就再好好努力一下吧。同时要向各位继续说明的是，我们看到晋级区的大老王和待定区的岳明158票同票。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我们欢迎岳明同样回到比赛当中。太好了，太好了！我专场演不了了。再次，我可能就是一下子就不知道咋回事了，太突然了。哪怕有人告诉我一声啊，就是我整个人就是被砸懵了。我说实话，当时我的眼泪比我的理智先到，就是我的眼泪是喷出去的，就是我就看完大榜之后，我觉得 OK， 很 OK， 就是大家晋级的也知道了，不晋级的也知道了，然后我就说就是行，然后我就还在忙着安慰别人呢。然后恭喜，就差一点，没事，你们更没事，差一点，可以回去演专场了。但我当时看到，当时听到说岳明就是被复活的那一瞬间，我真的抱着他，我眼泪直接飙出来，我直接就狂喷出来，我都带着假睫毛一起飞出去。此刻，让我们来看一下第1赛段最终的晋级名单，请看大屏幕。最终我
我们将有39名演员共同晋级到下一赛段，祝贺各位！再次谢谢各位演员为我们献上的精彩表演，也谢谢付航、小鹿2位魔王的精彩表演。当然，谢谢大鹏老师的开场，谢谢各位。哎呀，我还是觉得咱们这个群众基础还真的是挺好的，羡慕了。是因为现在活跃在舞台上这些人，当他们都站在舞台上去表演的时候，大家只看到了他今天站在这儿演，但他私底下有很多积累嘛。然后你们会很快的，我们也是啊，很快的掏空他的积累，然后我们就会有几年的青黄不接。但是呢，你看今天我一看有这么多这个，你们举行了脱口秀进校园的活动。在中国刚刚萌芽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行业啊，就说明我现在起步好像还不晚。不晚，当然不晚。嗨，没有，就觉得特别好，然后就感觉跟大家在一块儿，一下就觉得自己特青春，感觉咱们就像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大社团一样。是这样的，我们是这样的。虽然我43岁了，在这个行业也见过一些风浪，但这2天好像对我的冲击力还是很大的，就像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人，我觉得他改变了我很多，他改变了我看自己的方式我今天我还拥抱我自己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进步。如果我再遇到什么困难，我就翻回这集节目，看现在我说的话，它让我有面对未来的勇气。我觉得这一季真的，我昨天晚上发了个朋友圈，我说保守估计这一季的好看程度是去年的5倍，太猛了。太猛了，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多样性是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我们今年看到了特别多完全不一样的、超乎想象的不同的类型跟风格。方正的表演就是我们今天年纪最大的一位选手，他每一句话都能让所有人爆笑，但是最后能让你爆哭。嘻哈这种非常有能量，个人魅力极强，能量感很强，直冲你天灵盖感觉的这种表达。然后王悦也是，今年我就觉得他好像练出了一些门派武功的感觉。每一个人都用他们丰富精彩的人生跟他们完全不同的个性，展现出了在脱口秀这个舞台上多样性的面貌。所以这个我觉得太值得让人心生向往，让我对我们这个行业充满信心。而且尤其今天有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又是如此的丰富，我感觉好像这个星星之火已经燎原了，就是有一种这个感觉到非常的欣慰，也为我们整个导演组长期付出的努力，找到这么多优秀的朋友能够来到这里，谢谢大家，谢谢你们，谢谢你。我回去肯定有戒断反应啊。所有人都在说咱们今年的新人朋友啊，新人演员都非常的厉害，非常的好。这件事儿，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功劳是要感激我们全国各地的俱乐部，他们做开放麦，他们发掘演员，然后真厉害，为大家提供了这样的土壤。谢谢各位，咱们找几位代表也稍微聊一聊吧。上半场的最高分是嘻哈，那欢迎狗仔俱乐部的主理人方小天。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很开心嘻哈能这次被大家认识，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通过这么多人，我非常开心啊。然后我还想说的一个事儿是，我们这些人是全国俱乐部老板，然后近半年其实各地的小剧场，经营非常困难，非常艰难，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本土的各地的小剧场，然后。大家不要觉得小剧场里都是无名之辈，因为每一个冠军都是从小剧场里走出来的啊！谢谢，希望大家都去看一看那些更野生也更原生，当然更第一手的这些脱口秀的演出。就像各位所说的，我们依然会在线下各种的剧场进行演出，喜剧之王单口季的线下巡演也马上就会开始，这些从小人物到喜剧之王的故事还会继续。感谢所有的演员，如果后续有购票，大家可以持续关注节目的官方账号。我想我们所有人起立，谢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坐着就好。我们下周再见。
还挺快的，肯定会遗憾呀，遗憾肯定还是有的，觉得自己没发挥好。我们可能在这里就要跟大家说拜拜了，说拜拜。但是我们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大家好，我叫贾德玉，很高兴我的第一场商演是在这样的大舞台，我会走上更大的舞台。谢谢大家，我是墩儿。和大家一起演出，我觉得其实学到了特别多，以前自己不太了解的喜剧技巧，非常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有一些感动是自己对自己的感动，就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这次来玩的还蛮开心的，而且我对我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我就祝接下来继续往前走的朋友们可以继续玩得开心。最后留给大家一句话：嘻嘻嘻嘻。对，希望大家什么时候都笑得出来吧。多小，不管发生什么，一定要讲脱口秀，一定要讲单口喜剧。Maybe I deserve a hug next time。喜剧是真的，永远做对的事儿。就是总会有人输吧？对，总会有人输。我是草书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每一次的经历都是为了更好成长的铺垫。面对镜子前的自己，明天过后依旧很精彩。你一定很棒。朋友们，我收到一个好消息，杨蒙恩你们组总分第1，整组前往香港。又去香港，不好意思，可以见到周星驰先生。又见周星驰了，又见周星驰，你又见上了，真好了，真好。哎呀，我们组第1吗？你这双喜临门呐，你这。我们组你们组第1。又给星爷带好啊！一定要替大鹏导演给星爷带好啊！带好！观众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恭喜你获得本次比赛最高分请先喝一口春福焙茶，再念出加冕词。统一春福无糖茶，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温馨提示：看节目喝春福无糖茶要谨慎，把握时机品茶香，谨防笑喷哦。那这箱统一春福无糖茶都是我的了。我们先学会舞蹈吧，就是我们主要就是主题曲加歌，就给星爷跳一段。那我们就这样的吧，你要学得快的最高效呢，就先让一个人学会，一个人学会了再教其他人。小佳来吧，我们就学小佳跳。可以。小佳怎么跳？咱们不管原本，小佳最后练成什么，我们就跟小佳一样，他最后就是动，咱们也动。小佳万一每次不一样呢？这很难说，咱们选哪种比较难。4个8拍，先按8拍来啊。2、3、4。注意啊，就是刚才老师教是这样，但我们要学小佳，小佳是这样。小佳这样啊，老师。小佳这样。行，好，然后5，手放这边。来，我看，5 6就是放到头2侧。6、7。这个太震撼了吧！他就是这样的呀。这个对周星驰未免太过震撼了。1、2、3。哎，咱最后镜头，所有人往星爷脸上走。好久不见，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了哦，哎，好几个月了哦。对，然后带了一帮新朋友来，哈，好几个月了。你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对他们准备了一份见面礼，
就是上一次我们给星爷听了节目今年升级的主题曲，然后这个男团他们准备跳一支舞，主题曲的舞蹈给您欣赏一下。打破你下午的平静，这种对。好，那直接开始吧。对，来了，小伙子们。DJ drop the beat。2、1。好啊！谢谢。这个舞练了多久啊？好几个小时呢。这个每一个人呢都非常的厉害，他们有一些个人的标签，然后呢，我给您这个标签，您可以猜哪个人是属于这个标签的。您看，哎，好。这里其实并不是都是脱口秀演员，有一个漫才组合，你猜是哪两个人？这会不会是你呢？猜错了是吧？猜错了，给您一点提示吧，就这个组合的人呢都比较有野性。你说野性会不会是他们两个呢？哪两个？那两个。中间那个。对。猜对了。我们是古语，我们被淘汰了。你们被淘汰了？对。那来这里干嘛？就见您嘛，明白。见您非常重要。是的，但是我听大魔王说啊，这一届比之前的都强，就是说所有人其实都是对，非常厉害，非常厉害，都是很有自己的风格。对。那你们会继续参加吗？会，如果还要我们的话。咱们对着再说一遍，如果还要我们的话。下一位同学呢，他的标签是话剧演员，并且是网传的电影指导。什么叫电影指导？动作指导。动作指导。对，电影里面的动作指导，您猜一猜会是哪位？会不会是你？又是我呀！是呀，您要是看上我的哪个特质的话，不用猜了，我就来您公司待了，就是。来了，这真的是你吗？不是，真的不是我。3、2、1，起立！哇他会无影脚。星爷好，我叫小佳，我的身高1.63米。没有，我去年演了个话剧，然后是演一个脑瘫。对，然后我本身也是个脑瘫，我想演个杀人犯。星爷如果有合适的角色，可以喊我很会杀的。就没有一个问题正确答案是我的，让星爷猜一下是吧？没有。星爷猜一下谁叫杨蒙恩呢？哎，杨蒙恩，好吧。在燃什么呀？到底在燃什么？谢谢你好，我叫杨蒙恩，就是这次的他们小组的队长。没了。哎，你有个外号是不是？内蒙黄子华是吧？还是啥？哎呀，是草原小周星驰了，真是。哦，星爷好，我叫小北，我是这个组的副队长，我自己封的啊。公认的啊，我主要责任是给这个队长出一些馊主意啊。比如呢？比如说选你们几个当队员。每一个选手又为您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表演，可以逗笑您，然后您还有兴趣看，完了我们也当然有兴趣演。我可以表演个小节目吗？当然。现在就开始了啊！好，他想给你表演一个节目，然后您猜一下是什么？好。鹌鹑，为什么呢？鹌鹑，鹌鹑，就是鹌鹑是什么吗？解释给他。
他也不知道。鹌鹑，因为那个喜剧之王里面柳飘飘，他学鹌鹑就是这样。对。有备而来。我懂。内部梗，谢谢。欧耶。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就是给我们提一个字，不知道可不可以？可以。答。哦。像当年唐伯虎写字一样。写完了。您的名字如果能在写上面更好，就您可以签一个。哇！星爷还有8份，可能让你再写一下。哦，我这好，准备啊，好，2、3。努力奋斗！快乐正上头！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现场的观众，你们快乐吗？快乐你就 vivo Life。感谢 Live Photo 神器 vivo S30系列联合赞助播出。飞鹤滋养小脑瓜，脑力体力两手抓。感谢全球销量第1、聪明宝宝都爱喝的飞鹤奶粉赞助播出。有问题找夸克 AI 帮忙多欢乐。感谢2亿人的 AI 全能助手夸克赞助播出。压力 emo 退，拉开乐宝放开玩 Why not？ 感谢年轻潮流有态度的乐宝啤酒赞助播出。统一春福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欢迎大家！马东老师、佩岑姐姐、佩岑姐，欢迎！我们这个赛段叫做不服单挑赛，6个小队2-2 PK1v1，分数高的直接晋级。一个巅峰对决，希望我们组没有人淘汰，争取所有人都能进到最后，最好都淘汰。淘汰了能去参加我们节目去。你说你要是被领导客户大骂一顿以后，你是看卡拉马佐夫兄弟，还是看斗破苍穹？谁惹我全杀了。我现在每天洗5次澡，怕忘了在床头刻了一个早字。那你的表演在我心里刻了一个好。真的3块钱25个饺子，我包容他一切。吃出来头发算老板送我周边，你知道吗？内衣要是能保护女性安全，怎么没有人去庙里求个平安照，送给朋友说特意给你求了个祭照杯，保佑你逢凶化吉。怪我喽！就是个大喇叭。我俩组成了一种很高级的投降方法，就是他挨打，我替他立正。以前的我呢是没苦硬吃，现在的我没钱硬花。那个来过来根本就不用勒，我直接拿凶器啪啪啪的给他夹死。他急了，连自己都能击碎。我是又离婚又没有儿子，我到底还是不是个人啊？我还存不存在啊？原来薛定谔养的是只离婚的母猫啊！你是女王陛下啊！这场精彩的对决，最后的结果如何？快乐正上头！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vivo 实况不用 P， 快乐全在 Life 里。感谢 vivo S30系列联合赞助播出。感谢全球销量第1的飞鹤奶粉特约赞助播出。首款定制大脑营养，聪明宝宝喝飞鹤。有问题找夸克 AI 帮忙多欢乐。感谢2亿人的 AI 全能助手夸克赞助播出。拉开乐宝放开玩 Why not？ 感谢年轻潮流有态度的乐宝啤酒行业赞助播出。有请来自天南海北的特色菜入场。锅包肉、鱼肉火烧、鲜花饼、冷锅串串、包家豆腐、雪衣豆沙、东北、辽宁抚顺腊鱼。超差，你像 KTV 里面那种送餐的。那谢谢呢，谢谢的。保定驴肉火烧是圆形的，我看过保定的那个驴肉火烧，特别像刘仁成长。那我们这个河间驴肉火烧呢，就有点像陈明飞，一长条。琪琪，你有意识到像今年这种新人给你带来的新的感受吗？我没想到新人这么厉害。琪琪老师在小剧场里张力特别强，我在第一排笑的一直拍腿。我觉得陈明飞只有在跟你说话的时候会绽放出一些意想不到的笑容。看过这么多炒 CP， 你俩刚才素材能剪5分钟了，至少已经。你一说，然后他一笑，中间加一配乐，2个人就开始拼起来。游戏环节啦！拱左美，
阿拉上海人，阿拉谁知道？能睁眼了吗？睁。哎呦，陈明飞在上一秒突然问了一句：“能睁眼了吗？”他只闭眼睛，他不说话呀。台上是谁在领奖？不是我，我在角落啪啪啪领奖。你领奖了一个？排队排最后，合照在最边上。一开专场，我赶场店里啾啾响，从来就没有与生俱来主角气场。老友升级，新人炸场。每周5、周6 12点，会员抢先看单口喜剧的硬核对决；每周日12点，会员专享喜剧演员们收工后的欢乐饭局。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畅享高品质视听，解锁100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来爱奇艺创作中心参与《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2创活动，赢丰厚奖金。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上微博参与《重生之我在喜单2》当气氛组活动，为你喜欢的舞台发言。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百度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看百度热搜 ，get 更多爆款内容。上百度搜索话题《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共同参与讨论。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来豆瓣《喜剧之王单口季》小组点评选手表现，听播客上小宇宙 APP 听单口喜剧演员聊更多幕后故事。